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芹菜别再炒着吃了，今天分享一个芹菜的神仙吃法，加4个鸡蛋，不用炒不烙饼，出锅鲜嫩好吃又入味，比豆腐脑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1小把芹菜和4个鸡蛋，我们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芹菜，用刀把芹菜的根部切下来不要了。再把芹菜一块一块的掰开，掰好的芹菜，我们再把芹菜叶给它摘下来，摘下来的芹菜叶不要扔了，可以用来烙饼。再把芹菜放清水中，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，特别是根部，这里有很多的泥沙，一定要用手搓洗干净，里里外外都要给它搓洗一遍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。先把芹菜切成长段，长度约10厘米左右。切好之后，再取一块芹菜，给它切成细条，尽量切得细一些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，再像我这样给它切成芹菜丁，尽量切得碎一些。切好后再用刀剁一剁。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准备4个鸡蛋，把它倒入大碗中。我家今天有5口人，准备4个鸡蛋刚刚好。如果家里人数多的话，鸡蛋我们就多准备一些。鸡蛋打好后，往里边加1勺食盐，再加1勺料酒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大概需要搅拌2分钟左右。搅匀后再倒入比鸡蛋多1倍的温水，水温大约在40度左右。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这里需要多搅拌一会儿了，大概需要搅拌2-3分钟。搅拌至鸡蛋表面漂浮着这样密集的小泡泡。像这样就可以再准备一个漏勺，把鸡蛋液过滤到另外一个大碗中，把表面的这些泡沫过滤出去。过滤好的鸡蛋液表面还有很多的小泡泡，用勺子把这层泡泡给它撇干净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呢，表面才不会有蜂窝。全部撇干净以后，再把鸡蛋液倒入芹菜的碗中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防止水蒸气进入。用牙签在表面扎一些小孔。扎好后蒸锅水提前烧开，把鸡蛋和芹菜放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准备一个红椒，把红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红椒对半切开，把红椒籽去掉，把红椒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些。最后切成红椒丁，也是切得越碎越好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一个青椒，把青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青椒对半切开。把青椒籽去掉，这样吃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辣了。再把青椒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青椒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1块生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再切成姜末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几瓣大蒜，先给它切成蒜片，再剁成蒜末，尽量剁得碎一些，这样蒜香味浓郁，会更好吃。剁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几根小葱，把葱白和葱叶分开，把葱白切成小段，
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把葱叶切成葱花，切好后也放入盘中。再准备一块瘦肉，大约有100克左右，把瘦肉切成小块，这里想怎么切就怎么切。好之后放绞肉机中，盖上盖子，给它搅打成肉末，也不用搅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。搅好后放入盘中，像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接着我们再来调一个料汁，小碗中放2勺生抽，一点点老抽上色，1勺蚝油，1勺食盐上的胡椒粉，再加1小勺玉米淀粉，倒小半碗清水，用勺子搅拌均匀。像这样我们的料汁就调好了，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芹菜鸡蛋也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再把保鲜膜揭开看一下，表面非常的漂亮，用筷子按压，说明已经定型了。像这样说明就蒸熟了，再把它取出来放一旁备用。另起锅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放肉末，用铲子快速翻炒均匀，把肉末炒散炒熟。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让肉末受热均匀，大概需要翻炒2-3分钟左右，翻炒至肉末变色，再加入葱姜蒜末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再加入1勺豆瓣酱，继续用铲子翻炒，给它翻炒出红油。炒出红油后再加入青红椒丁，继续用铲子翻炒，翻炒至青红椒丁断生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青红椒炒断生以后，再倒刚调好的料汁，用铲子快速翻炒均匀，大概翻炒1分钟左右，翻炒至汤汁变浓稠，像这样就可以关火了。再把肉末汤汁均匀地淋在芹菜鸡蛋羹的表面，汤汁一起倒进来，全部放进来以后再撒点葱花点缀一下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芹菜肉末鸡蛋羹就做好了。看一下色香味俱全，是不是很有食欲？里面的芹菜鸡蛋羹嫩滑爽口，还有浓浓的芹菜香味。这样做的芹菜鸡蛋羹里面没有蜂窝，吃着比嫩豆腐还嫩，搭配了上面这层肉末，吃起来更加的入味好吃了，而且超级的下饭。每次做这个芹菜鸡蛋羹都要多吃2碗米饭，连从不吃芹菜的孩子都抢着吃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